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历史专题节目。今天我们将要回顾柬埔寨历史的第一个重要篇章——扶南国。扶南国是柬埔寨历史上最早的强大王国，其辉煌直达世界舞台。这个神秘的南洋古国曾经一度主宰整个东南亚，成为当时世界的重要贸易中心和佛教中心。今天我们就来带大家梳理扶南国的兴衰历程，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。通过放射性碳年代对于柬埔寨西北部马德旺省的测定，证实柬埔寨石器工具的年代为公元前6000至7000年。到了公元1世纪时，在今天的柬埔寨、越南南部和泰国东部地区出现了扶南国，奉印度教为国教，故受印度文化影响深远。扶南是吴哥帝国之前的朝代，更是柬埔寨第一个被记载的文明。该文明对整个东南亚的文化发展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。扶南王国国都是皮耶陀补罗城，可能在今天的波罗缅省巴布农县巴南附近，其统治中心位于湄公河三角洲一带，存在时间大约是1世纪至6世纪期间，大致为中国的汉朝至魏晋时期。扶南是这个国家在古代汉文文献中的称呼。今日柬埔寨将此国称为山城，然而扶南之名不见于任何同时期的高棉文献，因此扶南人对自己政权的称呼仍然不明。扶南国开国女王或者叫部落首领，更确切名叫柳叶，她也是柬埔寨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女性领导人。柬埔寨的土著先民过着为着寸缕的生活。然而，一个意想不到的变化即将到来，一位名叫混田的神秘印度人即将踏上这片土地，并改变这片土地的命运。传说有一天夜里，混田梦见天神赐予他一把神弓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混田便赶到庙中，真的得到了这把神奇的弓箭。他立即乘船向梦中指引的方向出发。到了扶南国海域，女王柳叶立刻派船来阻截。想不到混田一箭之力竟然精准地射中了柳叶的船只，甚至还打中了他的侍从。柳叶大吃一惊，只得率领全族投降。于是这位印度来客便娶了柳叶为妻，成为第二任国王，并将自己的文化带给扶南国人民。从此，扶南国人不再满街裸奔，而是开始穿起衣服，并广泛接受印度教文化。这位机缘巧合的混田可谓是扶南国历史上一个转折性的人物啊！同时，印度教也跟着东南亚的海运路线传入了占婆，也就是当时中国所称的临邑国，位于现今越南的岘港。南北朝梁书一提及扶南国俗本裸体，纹身被发，不制衣裳，可见当时的扶南不同于后来的真腊与吴哥时期，在初期还是不穿衣服的。今日学者对扶南的了解很大一部分依靠于汉文文献的记载。虽然汉文文献称扶南是一个统一的政权，但一些现代学者猜测扶南只是松散的城邦联盟，有时互相交战，有时又结为政治同盟。混田纳柳叶为妻，生育妻子，各分封为王，治理七地。后来其中一位封王混盘矿运用阴谋手段，离间其余6位封王，让他们互相猜疑，互相攻伐，然后起兵将6个封王消灭，派遣自己的几个子孙分治各封地，称为小王。混盘矿死后，立中子混盘盘继位为扶南王，又将以国事委任大将范曼管理。混盘盘在位3年死，扶南国人共同推举大将范曼为王。这位扶南大王范曼可真是个大英雄，传到侨门自会直，连续攻伐了10几个邻国，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。只可惜临终时还被自己儿子给篡了位。扶南大王范曼雄才大略，建造大船，渡长海，攻曲都昆金马来龙运氏、九治、点孙金缅甸丹那沙林等10余国，开地5、6千里，在位20多年。后来扶南大王范曼在伐金岭，大约在现在下缅甸或马来半岛地区，病亡，传位于太子范金生。
范曼另一儿子名范瞻，率领2000兵篡范曼自立为王，并遣人先诈骗太子范金生，然后杀范金生。东吴黄武4年，公元225年，扶南国王范瞻遣使来吴国，取海路，历时1年余，到印度恒河口，再取陆路，历时4年，来到东吴，现琉璃。孙权派遣中郎康泰出使扶南国。公元240年，扶南国王范瞻遣使天竺茂伦王朝。今印度地区2。自西晋晋武帝太康公元285起，扶南国经常遣使贡献，和中国交往频繁。扶南国先王范曼死时，有婴儿名范长，藏匿民间。范长20岁时，结交国中壮士，袭杀了扶南王范瞻。但后来范瞻的大将范寻又杀范长，而自立为王。从此扶南王位就乱象丛生，继承人们你争我夺，互相倾轧。扶南宛如一出古老的宫廷剧，充满了阴谋、背叛、缔结联盟和征服战争。6世纪中叶，扶南国有一王子拔婆拔摩娶真腊国公主为妻。后真腊国王去世，真腊公主驸马拔婆拔摩继位为真腊国王。当扶南国王去世后，真腊国王拔婆拔摩欲兼任为扶南王，与扶南国王法定继承人扶南国太子发生纠纷。真腊国王起兵讨伐，武力征服扶南国，将扶南国变为真腊属国。扶南太子流亡爪哇，建立山地王朝。7世纪末叶，扶南国被真腊国王沙利智多斯那灭亡。自此，柬埔寨历史上第一个王国退出了历史舞台，进入柬埔寨历史上的第2个朝代——真腊。在真腊之后，就是著名的吴哥王朝。真腊许多的历史被记录在中国的隋书当中，记录了一些当时的生活、饮食与婚丧喜庆等风俗习惯。历史学家推测，真腊时期的疆域相对于过去扶南小了一些，但经有学者推测，真腊可能造就了爪哇的婆罗佛图，更成就了后来东南亚最伟大的吴哥王朝。根据中文文献记载，真腊存在时间约为6世纪末期至9世纪初期，大致为中国的南北朝至宋朝这段时间。真腊初期的国都位于老挝南方的占巴塞。真腊这个称呼是中国从隋朝以来称呼柬埔寨的名称，一直到明朝万历后才正式改称柬埔寨。像是元朝周达观所著之《真腊风土记》，明朝郑和的《航海图》，虽然当时已进入吴哥王朝，但中国依旧以真腊来称呼柬埔寨。隋书曾提到真腊，人形小而色黑，妇人亦有白者，说明大部分的人都比较矮，也比较黑，但妇女亦有比较白的，这部分比较接近目前老挝的状况。另外，饮食多酥酪、砂糖、精素、米饼。欲食之时，先取杂肉羹与饼相和，手入而食。在过去，糖类属于奢侈品，在过去的中国或欧洲，只有贵族才得以常享用。不过，位居热带的真腊取得糖比较容易，棕榈糖、蔗糖等。文中提到，日常饮食除了有奶制品、糖、米食，甚至有肉，说明当时真腊的日子过得蛮不错的。在早期，真腊国只是扶南国的属国，3不5时都要向主子扶南国进贡。由于真腊在扶南的北方，没有出海口，对外贸易要透过南方扶南国与东方的占婆国。虽然农产品丰富，但若无法直接透过贸易换取他国的物资，也仅能维持自给自足的农耕部落。而南方的扶南，除了有富饶的湄公河平原，还有位于现今越南的安江省作为港口进行贸易。从盛极一时的统治者，到最后沦为真腊的属国，扶南的兴衰史确实跌宕起伏，看起来就像一出精彩纷呈的古装大戏。欢迎观看柬埔寨历史第2期真腊王朝。